如果說娛樂圈裡有一種關係最容易讓網友反覆考古，那麼李現和楊紫一定算得上其中一對。不是因為他們每天都在同框，也不是因為两個人頻繁制造所謂的甜蜜營業，恰恰相反，這段關係真正讓人念念不忘的地方，是多年以後，當大家重新翻出那些早年的採訪、花絮和同框畫面時，才突然發現，原來很多細節從來沒有消失，只是當年的我們沒有看懂。最近，一段李現和楊紫早期同框的視頻再次被網友翻出來討論。畫面其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情節，沒有誇張的擁抱，也沒有所謂的公開告白。兩個人只是坐在一起聊天，互相接話，偶爾笑場。可偏偏就是這種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狀態，讓評論區再次熱鬧起來。有人說，這才是最真實的默契。也有人感嘆，隔了這麼多年再回頭看，才發現李現面對楊紫時的狀態和面對其他合作演員確實有一些不同。當然，我們必須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話說清楚：同框、默契、熟悉感都不能直接證明兩個人存在戀愛關係，公開資料也沒有證實他們是情侶。但如果我們把這些年的採訪和合作放在一起看，會發現這段關係確實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尤其是一個細節非常容易被忽略。李現和楊紫真正讓觀眾產生特殊感覺，並不是從《親愛的》《熱愛的》播出之後才開始。事實上，他們早在北京電影學院時期就已經認識。在2019年的採訪中，李現曾提到兩人是大學同學，甚至還一起主持過活動。那時候的他們並不是娛樂圈裡後來被全網關注的明星，而只是校園裡認識的年輕演員。所以，當《親愛的》《熱愛的》真正開拍以後，兩個人之間的熟悉感其實並不是從零開始建立。這也解釋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為什麼他們在劇裡的互動看起來會那麼自然？因為很多演員第一次合作，需要花大量時間適應彼此，怎麼說話，怎麼接戲，怎麼處理距離，甚至一個眼神之後要不要笑，都需要慢慢磨合。可是李現和楊紫不一樣，他們本來就是認識多年的同学。2019年《親愛的》《熱愛的》播出之後，李現和楊紫接受採訪時，兩個人在現場互相模仿、互相爆料，笑場幾乎成為常態。愛奇藝神劇亮了的採訪資料中也提到，兩人在現場互相模仿彼此，還聊到了拍攝期間的趣事。李現甚至提到自己和楊紫拍戲的時候經常笑到不行。這其實就是網友後來為什麼一直覺得他們有化學反應的原因。真正讓人上頭的從來不是刻意制造出來的甜，而是那種不用解釋就能接住對方的自然。而李現當年談到楊紫時，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並沒有把楊紫簡單描述成一個漂亮的女演員，而是提到她非常好相處，生活中喜歡開玩笑，也讓人覺得和她做朋友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更早的採訪中，李現還直接用善良、溫暖、乾淨等詞語評價楊紫。這幾個詞放在娛樂圈採訪裡其實非常有意思，因為如果只是普通宣傳，兩個人完全可以說對方專業、敬業、演技好。可是當一個人開始談另一個人的性格和相處感受時，信息就開始變得不一樣了。這不是戀愛證據，但它至少說明了一件事情：李現對楊紫的認識並不僅僅停留在合作夥伴這個層面，他了解她的性格，也知道她在片場是什麼狀態，而這種熟悉感是需要時間積累的。所以，當很多網友再次回看《親愛的》《熱愛的》的幕後花絮時，才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原來韓商言和童年的甜，並不完全是兩個演員在鏡頭前演出來的。至少在花絮裡，他們經常笑場、打鬧、互相吐槽。有時候，甚至一個人剛開始說話，另一個人就已經知道對方接下來要說什麼。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觀眾直到今天依然會重新搜索李現楊紫採訪童颜夫婦花絮，
因為真正令人懷念的可能不是角色本身，而是那個階段兩個人之間非常輕鬆的相處狀態。更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後，他們竟然再次合作。從親愛的、熱愛的到後來的國色芳華，時間已經過去很多年。一個曾經是高冷電競大神，一個變成了古裝劇中的人物。故事換了，角色換了，造型換了，連兩個人面對鏡頭時的狀態也更加成熟。可是觀眾依然能夠從他們的互動裡看到一種熟悉感。2026年的採訪中，李現談到與楊紫再次合作時，公開表示自己很開心，因為他認為楊紫是一位非常專業、認真、努力的演員，而且兩人彼此熟悉。注意，這裡最值得關注的並不是很開心，而是彼此熟悉。這4個字其實把他們多年關係的核心說得非常清楚，不是陌生的合作對象，不是為了宣傳臨時培養出來的默契，而是已經認識很多年的老同學再一次走到同一個劇組。因此，第2次合作時，他們可以更加直接的交流角色，也可以更加自然的討論劇本。李現還透露，在正式開拍前以及拍攝過程中，兩個人聊了很多，包括角色理解、劇本感受以及彼此對角色的分享。這其實是非常典型的專業演員合作方式。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反而更應該冷靜一點看待這段關係。因為很多網友喜歡把熟悉、默契、照顧、眼神全部等同於愛情，但真正成熟的判斷方式應該是把事實和想象分開。事實是，他們是認識多年的同學；事實是，他們合作過，親愛的、熱愛的；事實是，兩人在採訪中表現得非常熟悉；事實也是，他們多年後再次合作，而且李現公開肯定了楊紫的專業能力。至於他們私下究竟是什麼感情，目前沒有公開信息能夠證明他們是情侶。所以，與其說這是一段被曝光的愛情，不如說這是一段多年以後依然能夠被觀眾感受到的特殊友誼和合作默契。而這恰恰可能比所謂的戀情實錘更加耐看，因為娛樂圈最容易消失的就是熱度。一部劇播完之後 ，CP 可能散了；宣傳期結束之後，互動可能消失。可是李現和楊紫的故事為什麼一直有人回頭看？原因其實非常簡單，他們曾經真的在同一個階段一起創造過一段讓觀眾記住的作品。親愛的、熱愛的當年播出之後，李現飾演的韓商言迅速走紅，現男友成為當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網絡稱呼，而楊紫飾演的童年也成為許多觀眾記憶裡的經典角色。人民網當年的報道也提到，兩人在劇中的互動受到大量觀眾關注，很多觀眾評價整部劇甜度很高。但6年、7年甚至更久以後，當我們再看那些畫面時，真正打動人的東西已經發生變化。年輕時看的是愛情，現在再看，很多人看到的是陪伴、成長和熟悉。這也是為什麼一段普通同框會突然重新刷屏，因為網友看的已經不是幾秒鐘的畫面，而是畫面背後的時間。一個眼神可能只有1秒，一個笑容可能只有2秒。可是當你知道兩個人已經認識很多年，再回頭看那1秒，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感受。這就是所謂的時間濾鏡。而李現和楊紫最特別的地方，也許正是這種時間感。他們沒有必要每一次見面都證明關係，也沒有必要頻繁在公開場合制造話題。有時候，真正穩定的關係反而不需要那麼多解釋。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現曾經談到和楊紫合作時，也強調過演員之間應該尊重彼此的表演方式。在相關採訪中，他表示自己不會把自己的理解強加到其他演員的表演之上，並特別提到了與楊紫合作時的狀態。這句話看起來很專業，但放到他們的合作經歷裡，卻能解釋很多問題。因為好的搭檔不是一個人壓着另一個人表演，而是彼此都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往前，
什麼時候應該停下來。楊紫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擅長現場反應的演員，而李現的表演方式相對克制，兩種完全不同的表演風格，在親愛的、熱愛的中形成了一種非常特別的節奏。一個負責製造情緒，一個負責控制情緒，一個活潑，一個克制，一個不停試探，一個不斷退讓又慢慢靠近。觀眾看到的自然就容易產生愛情感。可是這種愛情感首先來自角色塑造和演員之間的默契，而不是現實關係的證明。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明星 CP， 最重要的不是急着問他們到底在不在一起，真正值得看的是他們為什麼能夠讓觀眾相信角色。李現和楊紫做到的恰恰就是這一點，他們讓觀眾相信韓商言和童年真的喜歡彼此，而多年後他們又用新的作品證明自己已經從當年的年輕演員成長為更加成熟的創作者。所以現在再看那些舊視頻，會有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當年的李現還沒有後來那麼成熟，當年的楊紫也還沒有經歷後來那麼多角色。兩個人坐在那裡聊天，笑得很自然，沒有今天複雜的娛樂環境，也沒有那麼多鏡頭在尋找所謂的蛛絲馬跡。他們可能根本沒有想到，幾年以後，這些普通的畫面會成為網友不斷考古的素材。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所謂的真相一直都在，或許並不是指某段隱藏的愛情終於被發現，而是他們當年真實的相處狀態一直被保存了下來。只是我們今天再回頭看，終於理解了那種默契來自哪裡。它來自同學時代，來自長期相處，來自一次成功合作，來自多年後的再次合作，也來自兩個演員對彼此專業能力的認可。所以，如果一定要給李現和楊紫這段關係下一個定義，我更願意稱它為時間留下來的默契。它沒有必要被包裝成愛情，也沒有必要被強行定義成普通朋友，因為人與人之間本來就存在很多無法用一個標籤解釋的關係。他們可以是老同學，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優秀的合作夥伴，也可以是彼此職業生涯中非常重要的搭檔。而對於觀眾來說，最幸運的事情是，我們曾經見證過他們最青春、最熱烈的一段合作。多年以後，他們再次站在一起，我們依然能從一個笑容裡找到當年的影子。這可能就是為什麼一次普通同框依然能夠讓網友瞬間破防，不是因為那一秒有多驚天動地，而是因為那一秒背後藏着好多年的時間。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李現和楊紫的舊採訪，不妨不要急着尋找所謂的戀愛證據，你可以認真看看他們怎麼接話，怎麼笑，怎麼自然地叫對方，怎麼在對方說話的時候保持放鬆。也許你最後發現的並不是一個隱藏多年的愛情秘密，而是一段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友情與合作關係。從親愛的、熱愛的，到多年後的再次合作，角色會改變，時代會改變，觀眾也會改變，但那種熟悉的默契卻可能一直沒有消失。這才是這段關係最讓人感慨的地方。所以你怎麼看？你覺得李現和楊紫之間最打動你的是熒幕上的愛情感，還是現實中多年老同學之間那種自然的熟悉感？如果你也曾經因為親愛的、熱愛的喜歡過童顏夫婦，歡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評論區，也別忘了點讚、訂閱頻道，每天帶你一起考古那些被時間重新點亮的華語娛樂名場面。感謝大家看到這裡，我們下一期再見。